你以为市场昨天在交易停战，但市场今天已经开始承认，他昨天交易的太快了。前一天，特朗普宣布美国和伊朗达成为期2周的停火，原油当场暴跌 ，WTI 单日创下自2020年4月以来最大跌幅，全球股市集体反弹，华尔街像是突然从一场噩梦里醒过来。可只过了1个晚上，油价又弹回来了。亚洲市场重新变得谨慎，美元也不再继续单边走弱。为什么？因为市场突然发现，这根本不是一个可以放心庆祝的和平故事，而更像是一次非常短暂而且充满漏洞的风险后移。真正的问题不是有没有停火，而是这个停火到底停了什么。最新消息里，最关键的2个细节已经变了。第一，以色列并没有让整个地区一起进入平静状态。就在停火之后，以色列继续在黎巴嫩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伊朗直接指责这破坏了停火基础。第二，霍尔木兹海峡也不是很多人昨天理解的那种恢复正常通航，更准确的说法是，它对没有许可的船只依然是关着的。伊朗只是在讨论未来几天有限重开，而且是在伊朗控制之下。也就是说，最让油价恐慌的那条命脉并没有真正恢复成战前状态。所以这期视频我们不再讨论战争交易结束了没有，这个问题已经不够用了。我们真正要讨论的是，为什么市场先把战争溢价砍掉了，然后又在24小时之内发现自己可能砍得太干净了。你如果看到这里，其实应该已经意识到，最容易亏钱的人不是昨天追能源股的人，也不是今天追科技股的人，而是那些把这次停火当成永久拐点的人。你先把盘面拆开看，昨天市场第一反应非常一致，油价大跌，能源股被砸，标普、纳指、欧洲股市一起大涨，航空、运输、可选消费这些最怕高油价的板块全部反弹。这个动作背后不是大家突然相信中东从此和平了，而是大家在抢着交易一个更直接的东西。油价掉下去，通胀压力就能缓一口气，美联储也许就不用被能源通胀逼到更阴的位置。也就是说，昨天的全球反弹本质上是一场油价下去，降息预期回来一点的交易，而不是一场真正的地缘政治定价重置。但如果你只看到这里，你还是会判断错，因为这场反弹的问题在于，它默认了一个前提，霍尔木兹会恢复正常。最坏的供给中断已经过去，可今天的新闻恰恰在修正这个前提。路透的表述很直接，霍尔木兹对无许可船只仍然关闭，市场几乎看不到有意义的正常开放，而且伊朗还在强化自己对这条航运咽喉的控制，甚至讨论未来对过境船只收费。换句话说，昨天市场以为自己在给战争溢价打折，今天才发现有些东西根本不是情绪溢价，而是新的长期摩擦成本。这里有一个很多人不愿意承认的结论，昨天原油暴跌不等于供给风险消失，它只是说明最极端的末日剧本被暂时拿掉了。可只要霍尔木兹还没有恢复正常航行，只要航运许可、保险费用、排雷风险、替代航线这些问题还在，油价就不可能完全回到战前逻辑。路透提到，现货邮轮运价相比战前已经翻倍以上，台湾中油和嘉能可都已经开始抢船，说明食物流和金融市场都在做同一件事，先把船位和供给抓在手里，再说是不是永久和平。一个真正已经结束的供应危机，不会让企业在第一时间这样抢运力。现在你再回头看油价的先崩后弹，含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前一天那根大阴线打掉的是全面封锁、全面失控、油价继续直冲的那部分极端恐慌，后一天的反弹买回来的则是通道没真正恢复，局势还在玻璃边缘的现实溢价。也正因为如此，路透周四的市场描述不是局势稳定，而是裂缝迅速出现。WTI 又回到97美元附近， Brent 也回升到96美元附近。市场不是在回到旧世界，而是在重新寻找一个新平衡。这对能源股意味着什么？很多散户看到昨天油价暴跌， XOM、CVX、OXY 这类名字跟着跌，第一反应是逻辑完了。但昨天能源股的下跌本质上更像是把期货里的战争溢价快速映射到股票上。路透报道里提到，全球能源股因为停火消息集体下挫，美国大型能源公司跌幅超过 5%， 欧洲的壳牌 BP、道达尔也普遍大跌。可问题在于，股票和期货不是一个东西，期货在赌明天的边际变化，能源巨头的股票在赌未来几年自由现金流还能不能稳住。只要油价没有回到让现金流坍塌的区间，这批公司就不是基本面被打断，而是短期估值被战争情绪拉来拉去。但这里最关键的一笔账，很多人昨天没有算。能源股真正的风险不是油价从110掉到97，而是如果市场最终确认霍尔木兹虽然没完全恢复，但也不会再回到全面瘫痪，那能源股就会从战争受益资产重新退回普通高现金流周期股的身份变了，估值方式就会变。也就是说，这是最值得防的，
不是公司突然赚不到钱，而是市场不再愿意给他那部分暂时溢价。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说公司强不等于股票马上安全，现金流稳不等于短线就一定好做。再往上一层看，大盘为什么会先狂欢？因为大盘真正交易的是美联储，停火消息出来后，市场迅速把油价冲高带来的二次通胀风险往下修，债券价格反弹，股市大涨，甚至一度重新讨论年内降息空间。路透也提到，停火确实让部分降息压住回来了一点，可同一篇报道也提醒得很清楚，油价即便在停火后，仍然比战前高出大约3成，联储内部也仍然有人担心通胀需要更鹰的表态。也就是说，昨天那种油价掉下去，科技股就一路解放的理解，也未必站得住。所以现在真正的主线不是风险资产全面转牛，而是市场在2个方向之间摇摆。一个方向是最坏情景暂时被避免，经济不用立刻面对120-130美元的油价冲击。另一个方向是，只要霍尔木兹还没有真正恢复，只要以色列和伊朗阵营在别的战场上继续打，这场通胀风险就只是从爆炸式失控变成了阴魂不散。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亚洲市场明显冷静下来，油价反弹，股指期货回吐部分涨幅。黄金的逻辑也要一起看。很多人以为一停火，黄金就该崩，可这次不是，因为黄金身上叠着2层逻辑，一层是战争避险，一层是利率和美元预期。停火确实能压掉一点短期避险，但如果油价回落，让市场重新去压年内降息，黄金未必会跟着风险情绪一起死。昨天市场上出现的恰恰是这种复杂反应，不是所有避险资产都在退潮，而是资金在重新定价，地缘风险下降一点和利率路径可能没那么阴之间的平衡。你如果还是用单线程思路看黄金，就很容易被来回甩。说到这里，这篇稿子的第一次判断已经很清楚了。昨天那根原油大阴线不能直接理解成战争交易结束，它更像是市场先把最极端的尾部风险砍掉。今天的第2次判断升级则是，即便停火暂时没崩，霍尔木兹和黎巴嫩这2个点已经足够说明风险没有消失，只是从全面封锁变成了受控但高摩擦的新状态。对油价来说，这意味着很难回到最疯狂的位置，但也同样很难回到毫无战争影响的战前世界。那散户现在到底怎么做？如果你已经持有能源股，而且你的持仓逻辑本来就不是赌一夜之间世界大战全面升级，那这时候最不该做的就是把前一天的暴跌和后一天的反弹当成纯情绪去追涨杀跌。你现在真正要看的不是某个标题，而是2个信号。第一，霍尔木兹到底什么时候从有条件通行变成真正正常通行？第二，油价能不能稳在90到100这个区间，而不是继续失控？只要局势维持在这种未恢复正常，但也没在全面恶化的状态，能源巨头的现金流逻辑就还在，但他们的估值上限可能已经没有前几周那么大了。如果你现在手里没有能源股，看到这2天剧烈波动后很想冲进去，我直接说，最危险的不是昨天暴跌那一刻，而是你今天看到油价反弹，就把它脑补成新一轮超级行情启动。因为最新定价更像一个宽幅震荡 headline driven 的市场，前一天可以因为停火消息崩 15%， 后一天就能因为停火漏洞和海峡限制再弹回来。你在这种环境里追高，本质上是在跟消息赛跑，而不是在买确定性。更好的做法是等市场把新平衡走出来，再去判断你买的是现金流还是买的是下一条突发新闻。如果你拿的是科技股、纳指或者更广义的风险资产，这2天的上涨当然不是没有逻辑，它的逻辑很简单，只要油价不像前几周那样继续往上失控，通胀压力就会从最危险的位置退下来，大盘就能先喘一口气。可你一定要分清楚，喘口气和新牛市启动不是一回事。只要霍尔木兹问题没有彻底解决，只要这次停火还是2周临时协议，只要以色列和伊朗阵营的外围冲突还在，市场就随时会重新把油价和通胀抬回屏幕中央。昨天救你的是降温预期，明天砸你的也可能还是同一套地缘 headline。最后我想把整期内容压回一句最值钱的话，这是市场先交易了和平，后来才发现自己真正面对的不是和平，而是一个更昂贵、更受控但依然不稳定的中东新状态。霍尔木兹没真正恢复正常，以色列和伊朗阵营的冲突也没有真正从棋盘上消失，原油前一天暴跌，后一天反弹，恰恰说明一件事，战争溢价可以被砍掉，但地缘摩擦成本不会凭一句停火就消失。所以接下来你最该盯的不是谁又说了一句狠话，而是3件更硬的事。霍尔木兹是不是恢复到真正正常通行？油价是不是重新脱离90到100这个区间？和市场对美联储的路径预期有没有再次被能源通胀改写？看懂这3件事，你才是在交易定价逻辑；看不懂，你就是在给 headline 做流动性。真正被重估的不是昨天那条停火新闻，而是市场对中东风险已经过去这件事的天真假设。